你知道在 Google 工作1年的感觉是什么吗？老板主动加薪20%，想留住我，但为什么我又想坚决离开，2度裸辞呢？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在 Google 工作的环境有多夸张，以及我如何用 FBI 谈判技巧，让2个工作 offer 互相竞价，薪水直接提高20%，在原有的年薪基础上还外加5天年假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会分享如何在任何工作中证明自己的价值远超过 job description， 让老板抢着留你。2016年到17年是科技业最疯狂的黄金年代，特拉维夫的谷歌办公室说是办公室，更像是5星级度假村。早上走进办公室，迎接你的是比5星级饭店更丰富的自助早餐。各种新鲜水果、手工咖啡、现烤面包，你想象的都有。中午更夸张，有3种不同风格的餐厅任你选，每一家餐厅后面都有专业级的厨师在后面掌厨，从地中海料理到亚洲菜系，任你选择。下午茶时间，每周都有主题派对 ，TGIF 那更是每周都有。晚上加班没有问题，各种点心、饮料、现烤吐司随时待命。每一层楼、每一个角落都有一个小冰箱，里面装着各种巧克力棒跟饮料，无限量供应。就怕你不来办公室而已。这些物质享受当然都不是重点，真正的亮点是我的团队，是一个由15到20人组成的团队。来自几乎涵盖 Google Translate 各种语种。想象一下，你每天和来自瑞典、捷克、芬兰、日本、韩国、印度、巴西的同事一起工作交流，每天用英文沟通，但同时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独特的文化视角。那我的角色是什么呢？表面上我是中文语种助手，但实际上，我成了工程师们设计产品演算法时的文化桥梁。当他们要优化中文搜寻结果时，我不只是翻译，我还要解释中文用户的搜寻习惯、思维模式，甚至是文化背景。这个经历让我深刻体悟到一件事情：在全球化的年代，技术能力只是你的入场券，真正的竞争力是跨文化沟通以及问题解决的能力。而这些能力在 GPT 当道的年代也同样适用。而这是我之后在德国职场成功的关键基础。现在重点来了，如何让老板看到你的工作价值其实是远超过 job description 的。我用了这3个步骤。第一步，主动发现问题。我注意到中文内容品质流程检查上存在一些盲点，主动提出改善方案，不是抱怨，而是带着积极解决问题以及开放的心态找老板及团队讨论。第二步，跨部门协作。我开始主动和产品经理及工程师沟通，主动发现他们的需求，而不是被动等待工作的分配。结果发现我能解决的问题比想象中的还要多。第3，量化成果。我成功带领了一个跨语种提升搜寻品质的小专案，用数据证明我工作的成果，用户满意度直接提升18%，而错误率则下降了30%。结果呢，老板开始将我当作团队不可或缺的一员，每次觉得有什么适合我，或者是放心交代我去执行的案子，都会想到我，而不只是 JD 上面的语言助手。所以当我提离职时，老板直接加薪20%，提出留任方案，想留住我。但其实最精彩的还是在一开始入职的时候，当时路透社提出了比 Google 还高15%的薪资，而且还多了5天的带薪年假。我就决定用 FBI 谈判力的技巧来处理这个局面。谈判黄金法则1：永远不要第一个报价，掌握谈话节奏。当时 Google HR 问我期望的薪资，我说我相信 Google 会给出符合市场标准的薪资，而我更关心这个职位的发展潜力，主导权必须在自己手上。谈判黄金法则2：用竞争 offer 做杠杆，主动调整，引导谈话方向。我没有直接摊牌，而是说我手上有
路透社这样全球知名公司的 offer， 薪资和福利都很有吸引力。你觉得 Google 能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更具竞争力的方案吗？这里用的是 FBI 首席谈判官的标准句式 How am I supposed to choose？ 让 Google 感受到损失厌恶，主动争取我。谈判黄金法则3，谈判整体 package。配合 accusation audit， 也就是这是一个心理战术。谈判的人会将对方心里觉得不爽或者是想怪你的地方直接先说出来，这样对方比较不会卡在那些负面想法上，而更愿意听你说话，也不会一开始就带着敌意。所以在谈判时，我进一步说，除了基本薪资、带薪年假跟弹性工时之外，我知道 Google 有薪酬制度，不想让你为难，但在目前的条件下有什么弹性空间吗？最后 Google 不仅直接对标我的路透社的 offer， 在年薪的基础之下还加了 5%，HR 就直接说你来，我们就是要你。入职的薪资比原本收到的 offer 高了 20%。FBI 的谈判技巧也让我在之后的德国职场用得得心应手。这边让我总结一下如何在工作中成为不可替代的人。策略1，成为问题的解决者，而不是只是任务的执行者。在分内的工作有很多的机会，你可以主动发现问题跟解决问题。策略2，建立跨部门的影响力，让其他人知道你的存在以及价值。这样你就不只是一个部门的资源。第3，用数据说话，任何成果都要量化，让老板看到你的 ROI。这些策略不只用在 Google 有效，在任何公司、任何工作都可以适用。很多人会问我，这些谈判技巧能够复制吗？当然可以。如果你想要学会完整的 FBI 谈判薪资技巧，包括 FBI 首席谈判官话术模板、竞争 offer 运用策略、职场价值提升 SOP、跨文化沟通技巧，除了可以参考 FBI 谈判协商术这本书之外，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要谈判攻略，达到200个留言，我就会整理我自己私藏的 STAR 谈判技巧。如果你也想打破职场瓶颈，规划国际职涯，记得订阅频道并点击下方的免费领取职涯转换准备度检测表，以及我精心准备的职场避坑攻略。这些资源都是我亲身在德国及以色列职场打滚过的经验整理，帮助你从职场台湾小白一步步逆袭，精准踏出舒适圈。你会拿到最实用的避坑锦囊、转职路线，还有语言学习资源。不管你是上班族还是大学生，都非常适合。输入email30秒就能获得免费的专业包资源，让你自学翻身不是梦，成功路上不再孤单。又到了下集预告。拥有 Google、路透社双 offer 的我，为什么又再度选择辞职，2度裸辞呢？我怎么规划从以色列转战到德国职场，最终成为德国 DAX 上市公司的资深数据科学家呢？德语学习的过程怎么从零基础到 C1 这8个月的疯狂心路历程，绝对不能错过。最后记住，你的价值不是由 job description 来决定的，而是由你的问题解决能力以及谈判技巧来决定的。点赞、订阅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不是抱怨啊。